首先呢，价格方面，我们这样是全系的顶配车型，售价呢是171700。那再说回设计，因为之前那期节目我在江苏的盐城试验场非常详细的给大家讲过这辆车的静态方面的体验。如果说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回顾一下那期视频。这辆吉利的星越 S 相比吉利星越最大的变化是加入了魔爪的运动套件，可以看到在风道区域有一个3条竖道的一个绿色的设计。那它呢跟著名的运动饮料魔爪也有一些相似，不管是在形状上以及在颜色上。那除了前脸之外，侧面区域可以看到，在这个车门的下方有一条也是绿色的饰板，在侧裙的位置，而且呢，在这个标识上也可以看到吉利的 CMA 架构，也说明吉利现在对于自己的 CMA 架构是非常的有信心。那像吉利星越 S 呢，它全系搭载的都是沃尔沃动力的 Drive E 发动机，2.0T 分为高低2个功率版本。那我今天开的呢是高功率版本车型，它的最大功率238马力，峰值扭矩350牛米，匹配的呢是爱信的8AT 变速箱，它是一套非常成熟的动力系统。那我个人感觉动力方面是完全的够用。那因为呢，毕竟吉利的星越 S 呢，它定位是一个紧凑型的 SUV， 它的这个整备质量也不算很大。像我们今天3个人在这辆车上的话，其实整个动力的储配还是非常的充沛的。但是呢，在这个变速箱方面，因为毕竟大家一听8AT 变速箱就能很明显的知道，它还是要向舒适性进行一些妥协。如果说它这辆车能给搭配一个7速的双离合的话，就是低功率版本的上，它在动力的衔接方面会更为的直接一些。就比如说我在深踩油门的时候，这种感觉呢，就是双离合在换挡的时候它会更加的有冲击性，但是8AT 呢还是更偏向于沉稳一些。那至于说这辆车给我惊喜最大的地方是它的底盘的转向，敢把一辆自主品牌的 SUV 车型放到山里进行试驾，说明吉利对这辆车确实是非常的有信心。也确实如此，这辆车呢交给了路特斯的底盘团队进行了调教。要知道吉利在收购了路特斯之后，真的是物尽其用，可以这么说，就是把他们的团队来调教吉利的所有车型。那吉利星越 S 呢也是首款被路特斯团队调教的车型。有几个方面，其实他们这个整个的变动并不是很大，但是每一项小的操作都像手术刀一样的精准。那比如说呢，在铝制的转向球头上，这辆车做了轻量化。那以及说这辆车搭载了一个 DP EPS 的转向系统，也是经过路特斯调教的。官方没有具体跟我们讲它是怎么进行调教的，但是给我的感觉来讲，它的指向性确实是更为精准。但是呢，个人有一点小的建议，就是这辆车在这个转向的手感上，它会稍微偏轻一些，也是比如说，给一些女性车主啊，或者说给一些这种平常开车的话没有那么激进的车主，它这样转向比较轻的话，其实开起来会比较轻松。但是如果我建议的话，在驾驶模式切到运动档之后呢，如果说能把转向手感稍微调得沉一些，那我整个在这个弯道里的信心就会更强一些，这是一点。另外一点呢，这辆车搭载了一套原厂的 Tyneco 的排气系统，是一个国产的系统。至于说它的调节的话，是可以根据这个驾驶模式用电控阀门进行开关。那比如说我在调到驾驶模式运动档之后，那可以很明显感觉到，除了在换挡的转速升高之外，排气的声音，而且后排坐起来的话会比前排更明显一些。但是这块说一下，就是在调整驾驶模式的时候，它是通过一个旋钮的模式。转旋钮的时候呢，只能在中控屏上看到你需要的模式，但是它并不会在3秒之后自动切换，需要你人工的手工再摁一下这个旋钮。那这个操作在逻辑上其实有一些违和，因为跟咱们其他车型的操作可能不太一样。那最后说回这套排气的话，为什么说这辆车是一个20万以内最有意思的 SUV 车型？因为如果说咱们看到市面上想花钱买到原厂带排气的 SUV， 可能最便宜的也就是 GLC 的 AMG 版本了，那落地价怎么也到60万到70万左右。至于说这样171700的车型，一辆自主品牌车型能够搭载这个配置，确实是非常让人惊喜的。说了这么多，最后给它这辆新车做一个小的总结。首先在动力层面，它拥有沃尔沃的 2.0T 发动机， 6.8秒破百的数据。底盘方面呢，也有路特斯的专业团队进行了非常精准的调教。那至于说年轻人第一辆 SUV， 它是非常合适的。那最后呢，吉利能把星越 S 做到这么运动，那领克05+我就更为期待了。